假如铁木真是永生者，那么世界会是什么样呢？虽然新 DLC 对游牧有了很多加强，但是睚眦必报、野心勃勃且勤奋的铁木真 AI 经常因为仇敌偷走自己刚配好牛羊而活生生气死。这一次我将添加来自官方与神圣干预的2个永生特质，体验一次永生的铁木真。首先第一件事情，离婚。历史上的铁木真的妻子曾经被掳走到了密尔起部，这一掳就是数个月，期间密尔起部还搞了个什么企业团建，刚好呢二子术士的出生时间相吻合。铁木真这时呢就不由得想起了某个运输队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决定离婚吧。安内之后就该攘外了，既然要攘外呢，那就需要强力的股东支持。好兄弟扎木合现在还没有与我闹翻脸，顺势歃血结拜，同床共枕，生死与共。等等，扎木合你是……好了，分钱卖力气的股东选好了，接下来就该选一些能卖命的奋斗者了。不，也是股东啊，不过是股份在死后离职要退回罢了。但是呢，也不是白退回嘛，盔甲和武器会交换给家人，家人再把自己交换给我们波尔之音集团。62伤害8防御，比真的狼还具有狼性，太棒了。衣服就不用退回了，可以自己留着，够福报吧。再安排驻扎，提供一个员工宿舍啊，又加30伤害，太感动了。好了，公司给了你们这么多，你们也该为公司做点事情了。出发劫掠，烧！几个月后，大伙儿抢回了23块钱和188牛马，投资回报率稍微有点低还得培训。但是不管怎么说原始财富确实开始积累了。再从游牧骑手中选拔一些更愿意奋斗的4名持火者，少林先登者送西域虎击手办你们的任务就是冲到敌人营地中放火烧营。有了持火者的加持第2次劫掠的意图就可以改为抢掠财物了，金钱和牧群获取比例各加 50%。 刚开始劫掠就遇到了克烈一息的阻拦。阻拦呢？慢放镜头发现不到10日，敌方军队就摧毁湮灭了。在我的指挥下，好兄弟扎木合与7名勇士带着100万古仔杀入敌阵全歼对方500多人军队。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妻子怀孕了没错，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老婆派人送来的消息，米尔起部刚才偷走了我的86匹牛马。你有能耐你自己去校招来挖墙角算什么事等等，米尔起那没事了，我老婆还在就行。接着点出正义之战，该发动战争了。那么问题来了，何为正义的朋友们？我目睹过米尔起人偷走了我们企业赖以为生的牛马，最后是赖以施政的草场。我还想象到了我们的牧场变成一片被洗劫后的荒地，用我们的饥饿、被践踏的尊严以及丢失的牛马膘肉来做燃料。股东们，我宣战，不是因为劫掠是我的天性，也不是为了怀念曾经那些只有我抢别人的日子才这么做的。我们的部族永不消逝。征战！30名持火者冲入了密尔起的营帐，火把漫天飞舞。仅仅4个月，我们就赢得了战争我们不仅完全控制了赤苦酋邦，还活捉了密尔起的2儿子和3儿子。对外宣称就直接砍头杀了。对内呢，刚好我的兄弟扎木合感兴趣送去做培训男长了。爽过之后，发动第3次劫掠这次意图改为冒险，战利品容量翻3倍。军令就是必须要狠狠的装满才能回来就像是密尔起的2儿子。周边都抢了个遍收获呢也是颇丰，68块钱和545的牧群这个回报率可太棒了。先拿出一部分扩充曼古仔队伍，剩下的钱呢我是不会独享的，升级主张到3级大家都可以随时来住，只需要签一份曼古仔入伍知情书就好了可惜大家并不知情这个知情书写了什么因为蒙古人不认识汉字。接下来该发动战争了。克烈伊西部曾经杀害了我们15个好兄弟的罪人，这15条人命要你们朝贡一辈子来还宣战！哈拉和林血战，克烈伊西又杀害了我们23个好兄弟这下你们要朝贡一辈子也不够了。刚抓到的克烈伊西酋长图格尔斩首，然后把头颅送给他刚刚击败的儿子以示威慑，相信看到自己父亲头颅时一定会吓得屁滚尿流很好，威慑失败又做一个仇敌。下一场战争沃伊次替打你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你的名字太难读了另外就是颜色和我太像了，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战争进行了1年多，沃伊次替选择了朝贡，使用和我们一样的颜色健康的绿色。然后是乃蛮部自诩是什么蒙古区的唯一文化人，不过就是会用维吾尔文字写点小黄文天天给扎木合邮寄新写的南疆文动荡军心。这么下去，扎木合要升3星家奴投靠乃蛮了。
啊，你觉得我编太扯了吗？哎，野史记载啊，扎木合就是因为这才去乃蛮。好了，宣战。战争进行了几个月啊，两军终于要交战了。乃蛮可汗亲率3000余众发动了冲锋，铁木真则是亲率2000余众就地防守，一场就活捉了71岁的乃蛮可汗，那还闹什么？杀吧！斩首之后呢，因为是王国级的可汗，他的头颅被砍了之后呢，晒干，裹满鸡蛋液，蘸点面包糠，炸过装了盒。现在这是我的随身应急口粮了。然后是攻城啊，短短几个月就拿下了乃蛮的营地，另外还活捉了前任可汗的儿子。哎呀，那太好了，又多一个头颅啊，父子团圆了呀！啊，这个太棒了，我可真大善人。之后又是一段时间的攻城掠地，直到92年11月又爆发一次会战，这一次又抓到了乃蛮的现任可汗。哎呦，接着砍，祖孙3代都装了盒了，真正奇迹一家人啊！现在的乃蛮可汗是一个5岁小孩子，这种未成年的斩首啊，不会生成头颅啊，可能是因为太小了吧？啊，我说是头颅。哎，我要是做一个16岁以下处决也有头颅保护的模组。之后的几年，铁木真与扎木合联手统一了北方，现在整个东部草原都是蒙古疆土了。就算放眼整个草原，铁木真也能排到前3。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寒灾结束。占星师预测，下一个季节将会是水草丰美，届时我们只需要在家躺着，就会有各种牛马前来求之问路。但这是1年后的事情了。现在呢，我们还是需要自家校招的，组织一些好兄弟们该发动围猎了。围猎进行非常顺利啊，大获成功，企业规模也终于可以提升到3级了。当然了，只是我们认可的话不作数啊，要所有人都认可，主宰于如今。是时候证明我们对这片区域的绝对统治了。我要降服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他们都将白倒在我身前。啊，唯一的反对者啊，又是乃蛮，你祖上3代都在我随身兜里揣着呢啊，看来你是想团圆了。这边刚接战乃蛮主力部队，占星师回报新的季节是水草丰美，然后是乃蛮的部队被全歼啊，太棒了，双喜临门。哎，等等，可能是3喜。乃蛮可汗又被我抓了，但可惜是11岁啊，比车轮低，砍不到头。放走小孩之后呢，我们宣布了最终的胜利，乃蛮宣布了臣服。我们现在是强大的王国级可汗了，下一步就是成立蒙古帝国，成为帝国级的可汗。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请务必点赞和关注。如果数据还不错，下一期很快又更新。